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的高中秘密，从自拍少女到古偶一姐的逆袭之路。一张泛黄的高中旧照，意外掀起了全网的惊叹。照片里，少女笑意明媚，眼神里闪烁着一股不服输的光。她不是那个沉默的埋头写作业的好学生，而是那个总喜欢拿着手机对着镜头比剪刀手，露出灿烂笑容的女孩。谁能想到，这个青春气息浓得能滴出水的少女，几年后竟成了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古偶一姐白鹿。时间倒回到10几年前，那个没有滤镜、没有短视频，连自拍杆都算奢侈的年代。白鹿的同学们可能还在苦恼物理题的受力分析，而她已经拿起了手机，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镜头人生。白鹿的高中生活，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别人忙着考试，她忙着拍照。在那个讲究素颜清纯的年代，她早早地学会了用光影展现美。无论是午后的阳光洒在教室窗边，还是操场上风吹动发梢的瞬间，她都能准确捕捉最能代表青春的那一帧。她并非一味沉迷于外貌，而是在镜头里寻找自信。我喜欢看到自己笑的样子，她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，那让我觉得生活其实没那么难。双引号。那时候的她会在课间用旧款手机拍几张照片，然后转到网络论坛。她不知道这些照片会不会被人看到，只是单纯的享受被镜头记录的过程。结果没过多久，她真的火了，论坛上的网友惊呼，这女孩也太上镜了吧。有人夸她像偶像剧女主角，也有人说她的笑容有治愈感。从那以后，白鹿开始被贴上自拍达人的标签。她并不避讳这个称呼，反而乐在其中。她说，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，美也是一种力量。正当她还在为高考烦恼时，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。有一天，她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，淘宝店主请她去拍服装照片，一天300块。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，这简直是天大的惊喜。白鹿记得那天自己几乎是蹦着去拍摄的，那是她第一次站在摄影灯前，第一次被人打上粉底，第一次换上10几套风格各异的衣服。她以为那只是好玩的体验，却没想到，从那天起，她的生活开始和镜头绑在一起。摄影师惊讶于她的镜头感，不管角度多奇怪，光线多强烈，她总能在快门按下的瞬间找到最对的表情。这孩子太有感觉了，摄影师感叹。于是，白鹿成了淘宝圈小有名气的模特。那时候的她还不懂什么叫曝光度粉丝，只知道拍得越多，就越能赚到生活费，也能买更多漂亮衣服。她常常在回家的公交上睡着，手机相册里塞满了当天的定妆照。青春在她的忙碌里闪光，也在她的笑容里发热。那时的白鹿还没想过未来，她只是单纯的想把每一天都过得漂亮一点。高中毕业后，白鹿并没有立刻进入娱乐圈，她上了大学，却依旧坚持做模特兼职。她的照片几乎成了淘宝店的销售神图，每次上新，店主们都抢着请她拍摄。有人说她是淘宝模特界的白月光，因为无论穿什么衣服，她都能让人忍不住点开购买链接。她的工作量越来越大，每天拍摄10几个小时。夏天在没有空调的摄影棚里换装到汗流浃背，冬天在薄裙里打着哆嗦笑出酒窝。有人劝她太辛苦了，别干了，但白鹿摇摇头，她知道自己想要的从来不是安稳。终于，她的努力迎来了转机。有一天，她的照片被于正的团队看到，这个女孩眼神里有戏，这是于正当时的评价。不久后，她收到了试镜邀请。第一次走进影视公司的门，她紧张的几乎忘了台词，
但她那股生机勃勃的灵气却打动了所有人。就这样，白鹿从淘宝女孩摇身一变，成了签约演员。从拍平面到上镜头，是一个巨大的跨越。她从零开始学表演、练台词、揣摩角色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她常常被导演训哭，演哭戏时却怎么也哭不出来。那段时间，她每天晚上回宿舍都在镜子前练情绪笑、哭、愤怒、害怕。她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能被记住的人。终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凭借《凤求凰》《九流霸主》《周生如故》《长月烬明》等作品，她从配角到主角，从新人成为古偶一姐。那个曾经拿手机自拍的女孩，如今站在最耀眼的镁光灯下，被千万观众熟知。白鹿的逆袭史像一部爽剧，主角一路开挂，从校园女孩到顶流女星，网友们议论纷纷。有人感叹她的自信是天赋，高中就知道自己美，还敢大胆秀出来，这种勇气我佩服。也有人酸酸地说，她不过是运气好，被时代选中了。双引号。但白鹿从不辩解，她知道外界的声音再嘈杂，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努力。有人说她靠美貌躺赢，可真正了解她的人都知道，她的路一点都不轻松。为了一个哭戏，她能在片场反复拍几十条；为了一个动作，她会坚持到凌晨反复练。那种拼劲儿，不是天生的光环，而是一步步磨出来的锋芒。她从来不避讳自己的美，反而将美变成一种自信的武器。如果外貌能帮我扣开一扇门，那我会用努力去撑开整栋房子。这句话，她在一次颁奖典礼上说出，全场掌声雷动。在流量至上的娱乐圈，美貌似乎是最快的门票，但能留到最后的，永远是有韧劲的人。白鹿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女孩，美不是负担，是资本，但唯有努力，才能让资本升值。她从不掩饰自己对美的热爱，也不回避淘宝模特的过去。我就是从那儿起步的，那是我人生的第一盏灯。在她眼里，自拍不是虚荣，而是自我表达的起点。她用镜头认识自己，也用镜头走出了小县城。如今的白鹿早已不是那个小心翼翼的少女，她能在红毯上气场全开，也能在镜头前展现最真挚的情感。她的成长是一个关于自信的范本，从自我欣赏到被世界认可。结语：从普通到闪光，每个人都能逆袭。白鹿的故事听起来像传奇，其实不过是千千万万普通女孩的缩影。每个人都有一段自拍时代，有人拍照只是为了记录生活，而有人在那一瞬间看见了更勇敢的自己。他的成功靠的不是天降的幸运，而是持续的热爱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我不是被发现的，我是被努力推上来的。双引号。如今他站在舞台中央，被灯光包围，但那份当年拿起手机拍照时的笑容从未变过。他用行动告诉我们，不怕起点低，只怕不敢走；不怕别人笑你做梦，只怕你连梦都不敢做。白鹿的青春是一场从自拍开始的奇幻旅程，而属于你的逆袭，也许就藏在下一次勇敢按下的快门声里。